大家好，又有 Wallace 啦，今日同大家比較下 iPad Pro 2020同埋 Galaxy Tab S7 Plus 喺生產力上面嘅分別。呢條片會淨係講生產力嘅，其他嘅比較之後會再出。呢兩部雖然仲未有能力成為你手提電腦嘅替代品，但係佢哋嘅定位落喺一啲需要一部輕便嘅平板電腦，有筆用，可以上堂寫筆記同埋畫圖，又需要有部平板電腦作娛樂作用，但係又想喺個平板度做到一啲基本嘅生產力工作，又唔想買出邊又貴又重嘅2合1手提電腦，例如 Galaxy Book Flex、HP Spectre、Surface Book 3嘅選擇嚟嘅。所以如果平板功能唔係你嘅需要，就唔好買呢類嘅平板，你直接去買手提電腦好啲嘅。呢兩部機其實都幾接近嘅，所以我嘅角色淨係會話俾你知實際操作上有啲乜嘢好同唔好嘅地方，你再睇下適唔適合你再去選擇。嗱，但係我知嘅，其實我專業過嘅人咧，呢個世界大把啦，我只係一個普通人嚟啫，我唔咁啱買晒呢兩部嘢，玩完一輪，好唔專業咁樣拍條片俾大家睇嘅咋。有咩可以改善咧？我會繼續盡力嘅。咁有咩講漏講錯咧？希望大家見諒同埋補充啦。首先比較咗最重要嗰樣嘢就係寫筆記同埋畫嘢啦。Galaxy Tab S7 Plus 用嘅係 S Pen， 本身個盒已經有埋。iPad Pro 2020支 Apple Pencil 第二代就需要額外俾多999蚊，而支筆係需要用電嘅，兩支喺拍上去部機都可以叉電。S Pen 係拍喺個背面嗰個位 ，Apple Pencil 就係拍喺個 mon 上邊。Tab S7 Plus 可以收埋支筆，個設計我覺得幾好，我好容易整唔見支筆嘅。不過代價係個機背凸起咗，冇得完全放平咁樣用。但係金屬機背太易花啦，我就唔建議大家拆出嚟用嘅。而 iPad Pro 嗰個 Magic Keyboard 可以俾你當 iPad 鍵，拎部機出嚟擺平佢用，我個人覺得感覺唔錯嘅，亦都唔怕整花個底。筆觸體驗同埋延遲度 S Pen 今代延遲度都唔差嘅，9毫秒。Apple Pencil 第二代延遲度都係9毫秒，寫字嘅話可以話完全夠用。不過寫上手 Apple Pencil 嘅體驗真係好好多，因為佢支筆手感好啲，實在啲。支筆同個 mon 嘅觸感，我個人覺得都係實在好多嘅。而 S Pen 側邊有個掣啦，你所知。我自己用嘅時候咧，會經常撳到個掣，而會開咗個選單出嚟嘅。其實咁樣我覺得會影響到個體驗。嗱，講完支筆嘅質感就睇程式啦。支筆識飛都好，冇一個好用嘅程式咧，寫筆記好難有一個最好嘅體驗嘅。寫筆記基於個人習慣同喜好分為3個類別，每個類別我只會介紹一個 topic， 然後我會簡單講一講佢嘅主要功能同覺得佢唔好用嘅地方。第一係 PDF Writer， 上堂用嘅程式 iPad 首選係38蚊嘅 Notability， 功能非常齊備，基本筆記工具、熒光筆工具、輸入字方塊，可以錄埋音。之後溫書可以對翻 lecture notes， 聽翻錄音，或者係我上堂想瞓覺嘅時候錄佢之後再聽啦吓。基本控制好直覺嘅使用嚟嘅，都好舒服。兩隻手指 pan 落去放大，捲動頁面俾你揀左右移動或者係一路向上碌咁樣啦。同步呢個 app 做得好出色，佢俾你可以用 PDF format 同步去你常用嘅 drive， 例如係 Google Drive、OneDrive。我翻到屋企可以用 Google Drive access 翻所有我嘅 notes 嘅。Galaxy Tab S7 Plus 暫時嚟講最完備係Note Shelf， 功能大致上同 Notability 差唔多，輸入字方塊、熒光筆工具、手寫工具，不過就冇錄音功能啦。控制方法就差少少，個 flexibility 冇咁高，佢淨係俾你左右感數嘅啫，界面都冇 Notability 咁靚，感覺係一啲原始少少嘅 Android app 啦。而同步方法就好 stupid 嘅，佢同步上 Google Drive 係 Note Shelf 檔，即係第二度係開唔到嘅。你要開到要同步啲嘢去 Evernote 啦，但係個問題係你要逐個 PDF 揀完之後咧，佢會開咗個 Note Shelf file 喺個 Evernote 度嘅，跟住你啲筆記會亂晒啦。至於 Dropbox 咧，對唔住啦，我個失敗率暫時係100%，所以咁樣其實你俾我揀，我一定揀 iPad Pro 嘅。多裝置同步對我嚟講真係好重要。iPad Pro 喺呢個 area 真係方便好多。PDF Writer 去睇嘅話咧 ，iPad Pro 係壓倒性咁勝出嘅，我覺得。第二係空白手寫筆記，for 一啲追求自由度大嘅筆記用家使用嘅。iPad 最理想係 Good Notes，Galaxy Tab S7 Plus 係 Samsung Notes 啦。Good Notes 同埋 Samsung Notes 兩個功能大致上都差唔多，需要嘅功能都有。界面我揀 Good Notes 嘅，始終無可否認 iPad 啲 apps 靚仔啲真係事實。整理能力 Good Notes 會好啲，因為 Samsung Notes 用開你就會明成日開嚟寫嘢，一唔留意就會開咗好多 notes 噶啦，你唔理佢就會變到好亂。不過你需要手寫文字轉電腦文字嘅話呢 Samsung Notes 會方便啲嘅。第三係打字筆記，for 一啲唔中意用嘅手寫字，打字速度又快，而中意好有條理咁樣整理啲筆記嘅時候用嘅，首選係 Evernote 同埋 OneNote。
呢兩個 Apps 大致上你喺兩部嘅體驗相類似，詳細使用有機會再同大家講下啦。然後下一部分我哋講打字體驗，呢兩個鍵盤其實我都分別喺呢兩條片有講過㗎啦，大家可以睇翻我以上嗰兩條片去了解更加多嘅。就咁第一下比較 Galaxy Tab S7 Plus 嘅全尺寸鍵盤用落好用啲嘅，不過基於我部 iPad Pro 係11寸，所以咁樣比唔客觀嘅。兩部鍵程同手感、打字體驗已經好好㗎啦，不過最大分別係打中文字度 ，iPad 用速成倉頡都得，雖然排位唔同，但係 Galaxy Tab S7 Plus 冇內置速成。雖然你可以出絕招，就係撳着個屏幕鍵盤，撳佢個速字之後就可以用速成打字，不過多個 step 啦，會有啲煩嘅。另外跳輸入法 iPad 同埋 MacBook 個系統係一致嘅，都係一撳 Caps Lock 就係中英文之間跳嚟跳去用啦。香港人成日打字都要跳嚟跳去，咁樣用個效率會高過我每次都要同時撳兩個掣揀嚟揀去嘅。仲有就係退格嘅時候，我就唔使連撳兩下先至退到格。如果咁樣比打字體驗綜合嚟講，呢啲係一啲好微細嘅嘢，但係對一啲真正嘅文字工作者嚟講，呢啲已經足夠令到你卻步嘅因素啦。關於 Galaxy Tab S7 Plus 有新嘅 update， 一嚟佢個鍵盤拍上去好難開翻，要擺喺台上面呢先至放得落嚟嘅；二嚟佢呢個鍵盤放喺大髀上面用唔係好舒服嘅啫。鍵盤 QC 好差，淨係我個頻道已經有唔少嘅用家反映有問題噶啦，例如嚿膠甩咗啦，連接有問題啦。我自己就因為個鍵盤咧刮花咗我個 mon 嘅，佢四個角個膠太刮手啦。太利啦！我擺落個袋磨嚟磨去，磨花咗我個 mon 啦。我就算去貼 mon 貼都好，我連個 mon 貼都俾佢刮爛埋啦。然後我如果黐玻璃 mon 貼嘅話咧，我反光會影響到睇片嘅體驗啦。如果有 Galaxy Tab S7 嘅用家用緊個鍵盤嘅各位師兄，如果都遇到同樣嘅問題，都可以一齊反映下嘅。起碼我會知道我究竟係我嘅使用習慣令到會有個咁嘅問題，定係其實普遍嘅問題嚟嘅呢？跟住係重點中嘅重點，兩部 tablet 嘅 OS 俾到你喺生產力上面嘅體驗比較，唔會一個最好嘅 OS 嘅，只係一個比較適合你嘅 OS 啦。我俾到你只係呢兩個 OS 喺生產力嘅 workflow 上邊嘅分別，同我嘅喜好啦，你再去做比較。我喺生產力嘅基本需要係 Word、Excel 幾個網頁頁面、To-Do List、Calendar App、WhatsApp 去完成我基本嘅日常工作。iPad Pro 嘅 iPad OS 俾到你同時開住 Word， 一邊開住 Browser 或者 Excel， 側邊欄開住 To-Do List。如果我要左邊 Word 右邊 Excel 上網對 reference 嘅話，就要將個 Browser 放入側邊欄，而側邊欄可以俾你 separate 咁樣揀一大堆 app 喺背景用，而好一段時間先至習慣得到上到手啦。如果普通文書工作同時需要做一兩樣嘢嘅人嘅話， iPad 滿足到你嘅需要噶啦。而需要大量嘅文書多工處理嘅話就難少少啦。仲有一啲系統限制係需要知道嘅，一嚟側邊欄嘅視窗冇得調整大小，有啲 app 放入去唔係好用得到嘅，例如係 WhatsApp、Excel、Calendar App。如果我做緊嘢，同時我要每一分鐘都覆到人 WhatsApp 咧，我要用手指喺個 mon 度掃嚟掃去咁做跳換，咁樣跳法咧，我會覺得有啲辛苦嘅。Galaxy Tab S7 Plus 俾到你實現嘅生產力需求多好多。首先我會開住2至3隻手機 game 掛機擺埋一邊，然後開晒 Word、Excel、Calendar、WhatsApp、Web、To-Do List， 再將 Word、Excel pan 去左右邊。其他 app 我需要用嗰陣時咧，我就喺個底度撳，個系統彈性會多好多，滿足一般文書上嘅多工處理需求噶啦。呢部咧我係會比較滿意佢個體驗嘅，起碼我啲視窗冇 lock 得咁死，自由度大好多，同時開唔同嘢都可以，唔使係咁轉 apps 咁樣啦。睇過上一條片嘅人有新嘅 update， 如果你喺呢個 OS 度 double screen 咁用，可以將個鼠標喺設定嗰度擺翻喺 tablet 上邊，方便跳嚟跳去做嘢用嘅。另外 Office 嘅界面同功能上，唔好意思啦，我到最後發現佢哋個界面大致上都係一樣嘅啫，都係比 Windows 上面嘅 Office 少咗啲複雜嘅功能。Word 你可以做到基本嘅文件工作，不過排版、排位、整封面就唔得啦。Excel 你可以做到數據分析、凍結視窗檢視等等基本功能，但係資料剖析類或者分割檢視等嘅功能就唔得啦。PowerPoint 嘅話咧，
咧，需要嘅功能都有，不過一般大眾對整 PowerPoint 嘅需求嚟講咧，呢兩部都夠用噶啦。而 iPad 會方便少少，因為你可以上網就咁拖啲圖入去個 file 度就可以。不過 iPad 好嘅地方咧就係佢有原生嘅 Office， 例如 Pages、Numbers 同埋 Keynotes 啦。如果你用緊所有嘢都係 Apple， 唔使特別過檔俾人用或者用 Windows 去執嘅話咧，可以慳翻每個月 Office 58蚊。呢三個 Apple 嘅原生 App 正常課學生需要攞嚟做下 paper 入下 data 嘅話咧夠用噶啦，而佢嘅 support 會再好少少嘅。Apple 會特登為咗 iPad 再做優化，例如揀字呢啲喺 Pages 咧可以做到 ，Word 就做唔到啦，或者排版呢啲功能 Pages 都做到，但係 Word 都做唔到嘅。上堂或者開會用到 Zoom，iPad 俾到你左邊開緊 Zoom， 右邊作緊 notes， 側邊欄開多個 document 打字或者用 WhatsApp 咁樣啦。而 Tab S7 Plus 俾到你嘅係可以控制個 Zoom 嘅視窗大小，之後你可以用唔同嘅嘢放晒出嚟用 WhatsApp 啊，上下網 shopping 啊，睇下 references 啊，或者又翻嚟寫下 notes 啊，跟住間唔中又撳下我隻 game 啊，方便我呢啲上堂好鬼唔專心嘅人用嘅。不過乖學生咧又真係唔係好需要嘅，兩部都夠用噶啦。至於網上教學，兩部嘅 apps 限制都係俾你 show 你嘅教材嘅啫，分享你嘅屏幕喺手上嘅 PowerPoint， 再喺上面畫嘢，而你個視窗會 lock 死咗嘅，做唔到其他嘢噶啦。Teams 嘅話仲煩，佢 mobile apps 係冇得主持視訊嘅。暫時我揾唔到啦吓。你點樣都要用翻電腦做 base， 雖然你可以出絕招用 browser 上 desktop version 嘅 Teams 都得嘅，不過會有少少麻煩，同埋個體驗同你用 Zoom 教學一樣，限制都係一樣。跟住到多媒體生產力，基本上都係俾畫圖、執相、平面設計同剪片嘅啫。老實講 ，iPad 喺呢一方面真係完全壓倒性咁勝出嘅。佢個 workflow 方便啲。For 蘋果 ecosystem 嘅用家嚟講，你帶出街嘅時候，你剪片可以用 portable SSD 裝晒你所有嘅 project files， 喺出邊用嚟剪到一半翻到屋企可以 export 翻到去 Final Cut Pro 繼續剪。隨住 Apple 對未來 ARM-based MacBook 嘅更新，佢隨時可以俾你直接開到 Final Cut Pro 用。可能啫，唔知㗎吓。到時呢部機可以發揮到佢嘅效能去到極致。關於 iPad Pro 剪片，等埋 iPad Air 4出咗之後呢，我會再詳盡同大家 walk through 一次㗎啦。暫時呢個 app LumaFusion 係我唯一可以喺平板電腦出到 YouTube 片嘅唯一工具，但係我要嚴重警告大家，買嚟剪片 iPad Air 門檻係256GB，iPad Pro 係512GB至1TB， 唔係冇可能攞嚟剪到片嘅，因為容量一唔夠就會係咁 crash 啦，同剪唔到啦。我呢條片呢，一開始都係諗住用LumaFusion 嘅，但係剪到一半呢，我容量就唔夠噶啦，跟住係咁 crash 啦。但係計埋14蚊，我已經買到一部 MacBook Pro 13寸高配版嘅啦。如果呢個價位嘅話，雖然 Adobe Illustrator 未有，但係佢有個又平又強大嘅工具叫 Affinity Photo 同埋 Affinity Designer， 呢兩個工具喺 iPad 上面好全面嘅，起碼我可以用晒呢部機去整我所需要手動去背嘅 YouTube thumbnails， 而 key 圖、校色、執下個樣、出設工作等等所有嘅功能呢，我都做得到嘅。我相信呢個 app 喺 iPad 上面for 大眾嚟講都好夠用噶啦。另外 iPad 先至有 Adobe 嘅 Photoshop 啦，雖然嗰個功能係少啲，不過其實得佢先有啫。Canvas 都可以用。Galaxy Tab S7 Plus 有啲乜嘢呢？你喺 iPad 個 App Store 係唔會揾唔到嘅。畫圖 iPad 你 up 得出嘅 Sketchbook、Concepts、Clip Studio、Procreate 都有得用。根據網上面嘅 Artist Review 呢，啲人係中意用 iPad 多啲嘅。會覺得體驗出色啲啦。畫圖基於我睇過嘅 Artist Review 咧 ，Galaxy Tab S7 只係可以 get the job done 嘅層次嘅啫。不過好又未去到嘅。但係 Apple Pencil 俾到你成支筆嘅手感，畫上去嘅反應，黐手嗰種感覺咧，真係冇得比嘅。同埋最大分別係 Palm Rejection 啦。Tab S7 雖然已經做得好好噶啦，但係你喺上面寫字畫嘢都有時會有唔足嘅情況嘅。雖然都已經好少，但係 iPad Pro 係再出色啲。Galaxy Tab S7 Plus 受制於 Android 系統，暫時仲係好難揾到啲好嘅 app 俾你剪片、畫圖同埋平面設計。用 Canvas 可以嘅，但係我覺得 for 一啲中意自己設計嘅人嚟講，呢個 app 咧彈性會低少少。另外平面設計執相除咗 Lightroom 之外咧，其他冇一啲算好用嘅 app 噶啦。
用過叫做可以做到嘅呢，就係相片大師，整得唔會比 iPad 靚啦一嚟，同埋我用呢部機手動去背會做到懷疑人生嘅，仲要佢係冇塗層掣啦，即係話你要細執啲 layers 嘅話呢。對唔住啦，真係做唔到啦。另外剪片試過用 Premiere Rush 啊、Power Director、Kind Master， 佢會有你要嘅功能嘅，只係你用上手唔係最舒服，最多俾你剪到頭剪到尾出到 IG 嗰啲簡單片啦。如果你要真係要做 production 嘅話呢，就真係冇乜可能嘅啦。而我就唔係好接受到啲界面嘅。好，以上係關於呢兩部機喺生產力角度上面你需要知道嘅嘢，佢哋各有佢哋出色嘅地方，所以你係應該揾一部 fit 你需要嘅機，做到你應該要做嘅嘢，多過淨係睇邊部好似好啲。有咩問題可以問翻我，下次會再同大家比較下兩部機嘅配套，包括屏幕質素、聲質、重量、打機等嘅體驗嘅嘢。下次再見，我係 Wallace， 希望打咗一個屬於香港人嘅電子產品評測頻道。鍾意我嘅 video 就撳個訂閱掣，撳埋隔離個鐘仔，有新片嘅時候就會通知大家㗎喇。拜拜。